长跪灵前，哭肿双眼。73岁太王亲自主持嫡女丧仪，打破千年礼制。47岁帕公主享王室最高规格身后哀荣。帕公主在昏迷3年半后，终究没能等来奇迹，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7岁。载着帕公主灵柩的专车从朱拉隆功医院缓缓驶出的那一刻，街道两旁全是穿黑衣的民众，有人凌晨就来占位，举着公主照片，一直等到车队出现。烈日灼人，但没人走。这场面说白了，不像送别一个人，更像在送别一段时代记忆。当灵柩被安奉进大皇宫核心的披曼拉泰殿，整场仪式最戳人心的一幕才真正拉开帷幕。73岁的泰国国王拉玛十世马哈哇吉拉隆功亲自主持全套皇家治丧仪式，悼念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平日里金碧辉煌，象征至高王权的大皇宫，此刻被厚重的黑色与素白包裹，檀香混着烛火的气息弥漫在大殿里，烛光摇曳，每一步礼制都庄重的让人窒息。下午5点10分，御赐睦灵仪式正式开始，这是王室丧礼中最核心、最私密的环节。按照王室传下来的古老仪轨，首先由斯蕊范公主上前为灵柩覆盖上金缕布，随后亲手为灵柩行梳头礼。礼毕后，将梳子折断放入托盘中，寓意斩断尘世牵绊，送亲人安然往生。紧接着，太王亲手点燃诞辰佛像前的香烛，随后拿起刻有莲瓣纹的金壶，依次将圣水、姜黄水、香水轻轻洒在灵柩之上。与此同时，殿外侍卫吹响法螺与铜号，皇家仪仗队齐齐行礼，宫廷乐队奏响大圣曲。庄严肃穆的乐声穿透大皇宫的红墙，飘向曼谷的街道。随后，太王将装有莲花苞与香烛的精致香宝信封轻轻放在灵柩胸前，这是父亲送给女儿最后的随身信物。随后，10名皇家侍卫合力将金冠抬至殿内的水晶台座上，传世大金果随之就位，7层白盖伞缓缓升起，稳稳罩在灵柩正上方。整套仪轨走完，本该是仪式暂歇的时刻，可太王却没有起身。按照泰国传承千年的王室规矩，国王是整个国家地位最高的人，上到王室成员，下到平民百姓，见到国王都要行匍匐跪拜礼，从来没有国王向他人下跪的道理。可那天，73岁的马哈国王就在女儿的灵柩前，缓缓双膝跪地，深深俯下身去。这一跪，很久很久都没有起身。他双手合十，低着头，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高清镜头清晰地拍到他的眼睛肿得像核桃，泪痕还没干，肩膀在微微颤抖。身边的侍从没人敢上前搀扶，也没人知道该怎么安慰，只能静静站在一旁，看着这位执掌一国的君王，在女儿的灵前，像个普通的老父亲一样，宣泄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敬献花圈的环节，他站在棺柩前，久久不肯离去，甚至忘了接下来的仪式流程，就那么沉默地凝望着，眼底的落寞与心酸藏都藏不住。无声的凝望，有时候比痛哭流涕更让人心碎。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女儿，更是自己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是王室下一代最稳的托底人。仪式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太王特意下令，由王室铭文与勋章局官员当众宣读谕令，正式追封提升帕公主的荣誉等级，同时昭告全国，将7层白盖伞设为灵柩专属礼制，以彰其一生功绩。宣读完谕令，皇家仪仗队再次行礼致敬，随后太王亲手向高僧敬献僧衣，整整47套，恰好对应公主47岁的享年，每一套都代表着一份功德与念想。当天到场的高僧团是从全泰国各大寺庙遴选出来的大德高僧，全程诵念阿毗达摩经文，梵音低沉，回荡在整座大殿之中。诵经礼毕，太王与王后共同行洒水回向礼，将功德回向给离世的公主。随后，众僧集体为王室赐福。整套仪式流程严谨，每一个细节都恪守着最高等级的王室礼制，这是太王能给女儿的最体面也最沉重的送别。其实早在6月13日当天上午，大皇宫就已经对民众开放了玉体沐浴致敬仪式，从8点半到12点，
沙哈泰沙马宫殿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民众手持白莲花，依次走到公主玉像前鞠躬致敬，在皇家吊唁簿上签下名字。根据王室官宣，从6月14日起，民众可每日前往该殿献花悼念。待皇家治丧满15日后，也就是6月27日起，毗曼拉泰殿正式对外开放，每天早9点到晚9点，接纳全国民众前来瞻仰灵柩，全程由高僧值守诵经。后续满100日之时，还会举办规模更大的全民超度功德法会，整套丧仪周期长达100天，是王室嫡系成员才能享有的待遇。整场丧仪之中，每一位王室成员的悲伤都真实又戳人。全程陪在泰王身边的苏提达王后，一身素黑丧服，没有佩戴任何珠宝，眉眼间满是低落。很多人只当他们是继母与继女，却不知道两人同岁，脾性相投，在复杂的深宫里是最默契的搭档。苏提达刚入宫的时候，后宫争议不断，是帕公主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她，帮她熟悉宫廷规矩，替她挡下不少明枪暗箭。后来两人1外1内配合默契，苏提达负责陪同国王打理外交排场，帕公主负责落地民生慈善事务，把王室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送别当天，苏提达眼含热泪，却始终克制着情绪。她知道身边的丈夫已经悲痛难当，她必须稳住仪态，照拂国王的状态，陪他走完这场最难的送别。这份隐忍的难过，反倒更让人心疼。专程从德国赶回来的施妮娜贵妃也全程参与了仪式。她站在队伍后排，双眼红肿，妆都哭花了，满脸的落寞与惋惜藏都藏不住。她和帕公主算不上深交，可帕公主为人公允，礼数周全，从来不会因为她是贵妃就冷眼相待，反而次次都给足她体面。施妮娜刚复宠回宫的时候，处处被人排挤，是帕公主主动上前打招呼，帮她化解冷场。有次她出席活动说错话，被媒体大做文章，也是帕公主悄悄帮忙压下了舆论。深宫之中，难得有这样不带功利的善意。最让人心疼的，还是21岁的提邦宫王子。仪式当天，他和二姐斯蕊范公主坐在一起，全程脸色紧绷，没有了平时的青涩懵懂。整个过程里，他都坐得笔直，努力学着大人的样子保持肃穆。可到了仪式间隙，他似乎再也撑不住了，默默偏过头，轻轻靠在了斯蕊范的肩头上。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看哭了无数人。对提邦宫来说，帕公主从来不是逢年过节才见一面的长姐，两人相差27岁，几乎是差了1倍的年纪。她几乎是被大姐一手带大的。小时候，堂堂嫡长公主会放下所有身份，跪在地上陪年幼的弟弟玩耍。生母希拉米被废后，提邦公小年纪就和母亲分离，是帕公主照顾她的衣食住行，替她挡下外界的非议与风雨。她去德国读书，帕公主每次去欧洲出差都会绕路去看她，给她带家里的零食，陪她吃饭聊天。她第一次单独出席大型公务活动，紧张到手心冒汗，是帕公主站在她旁边，悄悄捏她的手打气，全程不动声色地帮她圆场补漏。以前有大姐在前面挡着，她还能安安心心慢慢长大，哪怕反应慢半拍也没关系。可现在，那个会无条件包容她、替她遮风挡雨的长姐走了，靠在二姐肩头的那个小动作，藏着她所有的慌乱与不舍，她在拼命抓住身边仅剩的那点亲情温暖。而斯蕊范公主的难过同样真切。这位素有护国公主之称、一向潇洒随性的小公主，在社交平台写下悼词：姐姐，你是我翅膀下的风。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这么多年的庇护之情。斯蕊范是泰王第2任妻子于娃达的女儿，当年母亲和4个哥哥被驱逐出泰国，她因为高僧的预言被接回王宫。刚回来的时候，她年纪小，性子也不懂宫廷规矩，经常闹笑话得罪人，是帕公主一点点教她礼仪，带她熟悉人际关系，帮她在宫里站稳脚跟。后来她想做自己的时尚品牌，很多人说公主不务正业，丢王室的脸，又是帕公主站出来支持她，还亲自去发布会站台帮她拉人脉。姐姐在的时候，
他可以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不用管王室的纷纷扰扰。现在姐姐走了，他也不得不学着长大，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现场还有一位长辈的状态，看得人格外唏嘘。诗灵通公主，这位一辈子扎根王室、勤恳为民的铁腕公主，当天整个人肉眼可见地苍老了一圈，满面哀愁，却依旧挺直脊背，撑着仪式的秩序。6月14日一早，她还单独主持了一场追思功德仪式，敬献花环，点香礼佛，敬献斋饭，全程庄严肃穆。诗灵通公主一生未婚，把所有精力都献给了王室和民众。帕公主可以说是她最得意的弟子。从公主10几岁开始，诗灵通就带着她跑遍泰国各地，教她怎么和百姓打交道，怎么处理基层事务，把自己一辈子的王室经验倾囊相授。所有人都默认帕公主就是诗灵通的接班人，会接过她的担子，继续撑起泰国王室的名声口碑。本来诗灵通都打算慢慢退居二线，把担子全交出去，可谁能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要亲手送走自己最看重的接班人，这份痛心丝毫不亚于泰王。还有一个细节，藏着泰王少有的温情。帕公主的生母宋莎瓦丽王妃，因为多年中风瘫痪，口不能言，行动不便，处境凄凉。在女儿葬礼这天，泰王特意下了一道命令，免除宋妃所有繁琐的皇家跪拜礼仪，同时抽调最顶级的医疗专家团队，全程贴身陪护，生怕这位可怜的母亲承受不住丧女之痛。年轻时的怨偶，纠缠了一辈子，在女儿的灵前，终于达成了让人心酸的和解。不管过去有多少恩怨，这一刻，他们只是一对失去了女儿的父母。很多人会问，一位公主的葬礼，为什么要动用这么高的规格？答案藏在每一处礼制细节里。最受关注的就是那尊传世大金果。这尊金果是却克里王朝现存的3件金果之一，由拉玛9世普密蓬国王下令打造，通体包裹纯金箔，雕刻着细密的佛教纹样与王室图腾，边角镶嵌顶级宝石，是王室最高等级的殡葬礼器。按照传统，它原本只用于国王、王太后的葬礼，如今泰王把它用在帕公主身上，等于在礼制上将女儿抬到了几乎与国王、王太后同级的高度。除了金果，7层白盖伞的规格更是打破常规。熟悉泰国王室礼制的人都知道，白伞层数就是身份的硬指标。9层伞只有国王、王后能用，是独一份的王权象征。7层伞是王储、太后级别的专属规格。普通王室成员离世，通常只有5层伞。帕公主按规制本只能用5层伞，泰王这道特批，等于昭告天下。在他心里，帕查拉从来不是普通公主，是当之无愧的隐形王储，是他默认的接班人。这是他能给女儿的最后的加冕。灵堂里还有一件东西格外醒目，就是摆放在金冠旁的绿色绶带勋章——德雷古奈蓬勋章。这枚勋章是1991年普密蓬国王亲自设立的，区别于常规公职嘉奖，只授予为国家、宗教、民众立下卓著功勋、广受赞誉的人，含金量极高，只有直系核心王室成员才有资格获得。而这枚勋章不是泰王额外追封的，是帕公主凭着自己一辈子的实干，一点点挣来的荣誉。她配得上所有的顶级哀荣，因为她的一生都实实在在奉献给了这个国家。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是泰王马哈与原配妻子宋莎瓦丽的独女，母亲出身泰国顶级豪门玉坤家族，还是失利吉王太后的亲侄女，血统正统尊贵，名字的寓意就是珍宝。可她从来没有靠着家世当养尊处优的温室花朵，反而活成了王室里最拼的实干派。2021年，泰王亲自授予她上将军衔，任命她为皇家卫队安全司令部参谋长。2025年，她昏迷期间，泰王又再次下旨，破格晋升她为特别上将、御林军副总司令。要知道，这可不是挂名的虚衔，她是真的懂军事，能带兵，高空跳伞、军犬训练、全马长跑样样精通，是实打实手握军权的女将军。既是学霸博士，又是资深检察官，既是职业外交官，又是手握实权的女上将，文武双全到这个地步，
放在整个泰国王室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下一代王室的定海神针。泰王心里清楚，儿子提邦公年纪尚轻，心性不稳，未来继承王位必须有这个姐姐在旁摄政辅佐，才能稳住局面。就连远在美国一直蠢蠢欲动的4个废王子，怕公主没病倒的时候，个个都安分守己，连泰国边境都不敢轻易靠近。他们心里都明白，有这位嫡长姐在，他们夺权的念头永远只能是空想。可命运从来不会因为你优秀就网开一面，所有的光明与期许都在2022年12月14日那天戛然而止。那天傍晚6点20分，44岁的帕公主正在克勒府巴冲县的军犬训练场为皇家军犬锦标赛做热身慢跑。那天她状态看着没有任何异常，可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她突然失去意识，直直倒在了训练场上。现场工作人员立刻冲上去做心肺复苏，连夜把她送到就近的县医院。第二天凌晨，泰王直接调动2架重症监护急救直升机，由皇家空军2架军用直升机全程护航，连夜把公主转往曼谷朱拉隆功国王纪念医院。那场声势浩大的转院，当时就让全泰国人都揪紧了心。没人能想到，这一倒就是3年半的漫长煎熬。为了救女儿，泰王动用了自己能调动的所有顶级资源，国内顶尖医疗团队24小时轮班值守，全球知名的神经内科专家都被请到曼谷会诊，呼吸机、血液透析、叶克膜，全世界最先进的生命维持设备，能用的全都用上了。医院顶楼整层都被改造成了专属疗养区，安保严密，闲人免进。这3年半里，王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报一次病情，一会儿说情况稳定，一会儿说出现好转迹象，每一次消息都牵动着无数民众的心。可希望和失望总是交替出现，病情反反复复，好转的迹象每次都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回到原点。2023年1月，王室终于给出了明确的医学解释，支原体细菌感染引发心肌炎，导致严重心律不齐。从那之后，公主便陷入了长久的深度昏迷，只能靠呼吸机和肾脏替代治疗勉强维持生命。2025年8月，病情再次恶化，出现严重血液感染，也就是败血症，医生动用了多种抗生素和升压药才勉强稳住。进入2026年，情况更是急转直下，从4月开始，结肠炎症引发腹腔感染，伴随低血压、凝血功能障碍，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泰王从来没有放弃过，为了给女儿祈福，他做了很多以前绝不会做的事，破格追封军衔，下令在大皇宫修建最高规格的7层佛光塔，请来全国各地的高僧日夜诵经。他从69岁等到了73岁，1286个日夜，每个周末他都会抽时间去医院坐一会儿，有时候握着女儿的手说说话，有时候就静静待上一下午。这种钝刀子割肉的等待，对一个年过70的老人来说，比任何政治危机都要残忍。明明人就在眼前，却醒不过来；明明倾尽了所有权力与财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一点点流逝。这种无力感，是手握至高王权的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最终，奇迹还是没有降临。2026年6月11日晚7点48分，与病魔抗争了3年半的帕公主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消息官宣的那一刻，整个泰国瞬间陷入沉寂。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全国进入15天哀悼期，所有机关学校降半旗，官员统一身着黑色丧服，各大电视台停播所有娱乐节目，网站首页全部调成黑白色调。泰国僧王亲自发下谕旨，号召全国所有寺庙早晚诵经祈福。连远在海外的政要都纷纷中断行程，紧急回国吊唁。能让整个国家发自内心的停下脚步悼念，帕公主靠的从来不是嫡长公主的身份，而是她实打实拼出来的口碑与功绩。她跑遍了全国77个府，建学校、修医疗站、扶持女性创业，帮过无数底层百姓。她不摆架子，下乡时会蹲在田埂上和农民聊天，会接过村民递来的井水直接喝，会抱着浑身是泥的小孩子合影。他活成了王室里最接地气、最懂民间疾苦的人，
也赢得了全民发自内心的敬重。很多人说，看完这场葬礼才明白，再高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在生死面前都不堪一击。泰王坐拥100亿身家，手握一国至高王权，能决定无数人的荣辱与命运，却留不住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他能打破千年礼制，在女儿灵前长跪不起，却换不回女儿睁开眼睛叫他一声父王。而帕公主的离去，留下的不只是家人的悲痛，更是泰国王室格局的剧烈震荡。她就像王室的稳压器，上能辅佐父亲稳住大局，下能庇护弟弟妹妹成长，外能在国际上挣得脸面，内能平衡各方势力。她这一走，平衡瞬间被打破。提邦公王子还年轻，没了长姐保驾护航，王储之路注定要走得更艰难。诗灵通公主年事已高，独木难支，远在海外的4个废王子本就蠢蠢欲动，如今没了帕公主的震慑，说不定又会生出夺权的心思。玉坤家族、军方各方势力也都会重新权衡布局。这场家庭悲剧，同时也是泰国王室一个时代的落幕。过去几十年，王室靠着普密蓬打下的根基，诗灵通与帕公主2代人的实干，稳稳维持着民心与平衡。如今帕公主骤然离世，未来的王位传承、权力格局都变得扑朔迷离。只是这些权力纷争，帕公主再也不用操心了。她这一辈子活成了最完美的王室模板，出身尊贵却不骄纵，能力出众却不张扬，一辈子勤恳奉公，温良宽厚，把所有精力都献给了王室和民众。她扛了一辈子责任，守了一辈子规矩，唯独亏欠了自己。3年半的病痛折磨终于结束，她终于可以卸下所有铠甲，不用再做什么铁腕公主、定海神针，就做回那个爱笑的女孩，安安静静的长眠。灵柩安奉大殿的那天，曼谷吹起了微凉的风。愿另一个世界没有病痛，没有规矩束缚，她能自由自在，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